在宇宙最幽暗的深渊，存在着一种连光都无法逃脱的绝对引力。黑洞，这个物理学上的终极吞噬者，与我们内在的小我有着惊人的同构性。大脑的预设模式网络 DMN 编织出了一张名为自我的致密引力网，它囤积记忆，执着于过去与未来，宛如一颗不断吸积质量的恒星，最终坍缩成沉重的心理黑洞。围绕在黑洞外围的吸积盘，犹如我们日常的焦虑、欲望与执念。这些高速旋转的思绪摩擦生热，爆发出耀眼的辐射，掩盖了核心那不可见的空无。直到我们抵达事件世界 Event Horizon， 这是一道不归的边界。在心理学上，这便是自我消融的临界点，是灵性觉醒前那令人窒息的边缘。当意识逼近世界边缘，杏仁核会发出剧烈的恐惧信号，因为对于演化而来的生存机制而言，失去身份认同就等同于生物学上的死亡。但在黑洞强大的引力场中，时间开始扭曲。相对论告诉我们，越靠近世界，时间流逝得越慢。灵性体验中的永恒当下，在此刻获得了物理学的背书。穿越光子球层，光线在此被迫陷入无限循环的轨道。这宛如我们在深层冥想中看见自己的思想在封闭的回圈里无休止地打转。接着，你越过了那条线，没有撞击，没有声响。禅宗所谓的百尺竿头，更进一步，那勇敢的纵身一跃，将你带入了一个完全失重的心理空间。在自由落体中，所有的外在参照物都失效了。你无法再用职业、财富或社会角色来定义坐标，你只能臣服于这股名为道的宇宙引力波。世界并不是一堵实体的墙，而是一个幻觉的终点。当你不再抗拒坠落，你会惊觉自我与宇宙的界限从一开始就不曾存在。随着我们坠入更深处，极端的潮汐力开始显现。在你脚下的引力远远大于头顶的引力。在天体物理学中，这被称为面条化 spaghettification。 这是一场对自我的无情撕裂。你那些坚不可摧的信念、认知框架在此刻被拉扯、延展，最终像脆弱的细丝般断裂。这是宇宙尺度的突触修剪 synaptic pruning。 那些构成你创伤、偏见与执念的旧有神经回路，正在引力的撕扯下彻底瓦解。伴随而来的是剧烈的痛苦与抗拒。当掌控的幻觉被暴力剥夺，大脑陷入认知失调的深渊，发出灵魂深处的哀嚎。这便是神秘主义者口中的灵魂暗夜。道家称之为大块一气，那无形的造化之力正在粉碎一切有形之物。面具碎裂了，你毕生追求的成就、头衔，甚至人格面具 persona， 都在这股绝对力量面前被还原为亚原子状态的齑粉。空间自我的边界开始溶解，大脑顶叶 parietal lobe 的空间定位功能陷入停滞。你再也无法分辨哪里是躯体的尽头，哪里是宇宙的开端。意识发生了量子穿碎效应 quantum tunneling， 支离破碎的自我碎片穿透了看似不可逾越的概率式垒，进入了全然未知的维度。当你彻底放弃挣扎，拥抱这场毁灭时，禅宗所说的大死一番，绝后再苏便发生了。那是不用再费力维持自我的极致的释然，剥离了所有的我，剩下的只有纯粹的觉知。你化身为赤裸的观察者，平静地注视着这场心理结构的宏伟坍塌。坠入旋转黑洞的能层 ergosphere， 时空本身被强行拖曳着旋转，这在广义相对论中被称为参考系拖曳 frame dragging。在心灵的能层里，大
大脑拼命试图重建现实的坐标，却在永恒当下的巨大漩涡中徒劳无功的打转，被剥夺了立足之地。物理学面临住著名的黑洞资讯悖论，那些曾经构成你的记忆、经验与特质，真的会在这场毁灭中永远消失吗？全息宇宙投影理论 （Holographic Principle） 给出了解答：所有的三维资讯都没有遗失，而是被编码降维，刻印在了黑洞的二维边界上。你的记忆与身份并未被毁灭，它们只是褪去了我的标签，化为量子数据，完美地融入了宇宙整体的信息织锦之中。自转体记忆的消散，带来了难以言喻的轻盈。你不再是那出冗长戏剧的主角，你放下了剧本，成为了舞台本身。这就是佛法中所说的空性 Sunyata。空不是一无所有的死寂，而是孕育住无限可能性的量子真空，是充满能量的绝对富足。在失去了小我僵化的结构后，大脑展现出惊人的神经可塑性，意识变得如水般流动，网络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超连结状态。波函数彻底坍缩了，观察者与被观察的对象、主体与客体在巨大的引力下融为一体，回归为单一的量子纠缠态。这是向核心做最后坠落的时刻，在迎来终极压缩之前，是那未显化之物所散发出的无尽的宁静与庄严。我们抵达了奇异点 Singularity， 在这里，体积无限趋近于零，密度无限大，所有已知的物理定律都在此崩溃失效。这也是心理学意义上的奇异点。那个名为我的坐标被压缩成了绝对的零，然而你的觉知却在同一瞬间膨胀至无限密集的浩瀚。逻辑与理智的左脑结构被彻底粉碎，二元对立的分析思维被压缩成了凝结的一点，纯粹、直观的宇宙直觉。这是不二论 Advaita 的终极体现。没有造物主与被造物之分，空间与时间的所有节点都重叠在这唯一的当下。道家称此状态为无极、无极，或那块尚未被雕琢的谱。它是万物未分化前的源头，是没有任何属性的绝对存在。自我消融的悖论在此刻揭晓。当你真正化为乌有时，迎来的不是毁灭的恐惧，而是回归宇宙原始代码的狂喜。大脑的血清素与多巴胺大量释放，神经化学物质为这场彻底的臣服加冕。你体验到了神秘主义中那种与万物同源的神圣喜悦。因为你什么都不是，所以你无所不包。这便是从个体孤岛的牢笼中所获得的终极解脱。宇宙的呼吸在此停顿了一瞬，奇异点的心跳与多元宇宙的浩瀚韵律达成了完美的共振。既然资讯无法被真正毁灭，那么奇异点就绝不是终点。它不是一座坟墓，而是一扇通往新宇宙的璀璨的重生之门。量子回卷引力理论提出了一个震撼的假设：黑洞的终极坍缩会引发一次量子反弹，转化为向外喷发能量的白洞 （white hole）。这正是灵性重生的完美隐喻。在小我彻底粉碎的废墟中，爆发出了全新的现实，一个充满觉知与爱的新宇宙诞生了。自我被重新建构，它不再是那个充满恐惧与防御的暴君，而是一个灵活、健康的工具，由全新的神经架构所支撑。你深刻地体认到万物互联的真理，你并非这个宇宙里的孤立存在，你就是宇宙本身，正在透过这个肉体焦点体验着自己。现在，让这份浩瀚的领悟化为温柔的引力，带领你缓缓降落，进入深层的放松。放松你的身体，
想象你沉重的肉身正慢慢消融为柔软、温暖的星光，从白洞中安详地辐射而出。放开大脑的执着，今天所有的思绪与烦恼都不过是遥远的宇宙尘埃，正静静地飘散入无声的真空中。随波逐流吧，潜入这名为睡眠的量子真空。在这里，你的意识被不可见的时空网络完美地托住，安抚着，安歇在这片宁静的奇异点中。在万物的源头，你是安全的，你是无限的，你已然回家。我们在下一个充满觉知的早晨再见。